Hello，同学们好，我们又见面啦。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我觉得大家水平肯定有所提高啊。然后呢，花头画的不错了，然后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画作品喽。先从花头开始，一笔一画，画好，然后一个花头一个花头的画好。画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跃跃欲试喽。我们要画一些小作品。那如果花苞会包了，花头就会画了。现在对大家来说很容易就能画出作品喽。来，我们一起喽。好，我们这个画一张小作品啊，画一张小作品，画一张小作品哦。调一点太白啊，太白调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调一点三青啊。慢慢人都多，我们笔上呢要多调一点颜色，调一点太白、三青，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。牡丹红要多调一点，调到笔肚的1/2的地方。然后笔尖再调一点胭脂啊。然后我们首先画第一笔。第一笔呢是定位画吧啊，我们先框一个圆，确定一下我们花头的大小，然后呢定一下位置啊。我们花头到底在纸上哪个位置呢？还是要根据构图定好位置啊。第一笔笔尖朝下啊，从左往右转，笔尖保持不动，笔肚儿在转啊。然后右边呢再补一笔小的，左边再来一笔。哎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扇形的定位花瓣啊！这颜色非常烂漫，有点偏蓝色，又有点偏紫，又有点偏红，所以复色去调色呢，颜色是最漂亮的。它层次比较丰富啊，它比我们单一的颜色去画要好得多啊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吧？侧瓣左3笔右3笔，对吧？然后这一笔呢压线行走，还记得吧？这是右3笔的第一笔。当每次画的时候感觉颜色不够多不够滋润的时候，及时回来补颜色。那我们补一点三青，补一点紫色，因为笔里面有太白啊，所以我调三青和紫色，它俩混调在一起就是一个淡紫色，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啊，这几个颜色调均匀。右边再画第二笔啊，这也是一个侧瓣，然后再画出左边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定位花瓣，左右两边啊，左右两边往上加，对吧？中间一笔，这就相当于包一个圆哈，然后一笔往内，然后一笔往外，一笔往外，对吧？然后再补充点颜色啊。我这个底色是我昨天剩余的啊，昨天剩余的，老师厉害。这个主要是我站在大家的角度吧，因为我从你们一样小白过来的，我在中间走了很多弯路，也花了很多钱，所以我不希望你们走我的老路。好，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它包起来，大家能看清吗？刚才讲了侧瓣叠加，侧瓣叠加啊，这是不是侧瓣？你看，你可以叠加一个小的，你这个地方还可以叠加一个小的，方向要对啊。然后这个呢，你可以往里包，像画一个卷心菜一样，往里包一个。每次颜色完了啊，
加一点三青，调一点紫色，紫色不要多哈，越多你这个颜色越重不好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然后调这个牡丹红，笔尖调一点胭脂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它包上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包，你看，画个正半包上，是不是？如果不画正半呢，你可以画反半包上，也是可以啊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再切一个半，再切一个，这里面呢切一个，这是切半，笔尖要尖啊，是吧？再来这个地方要切一个半，再切一个半。好，这个笔尖加重一点颜色啊，稍微重一点点的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每一次颜色完了，我今天就不用调色啊，就用盘子里剩余的颜色啊。这个颜色是昨天还是前天的吧？前天的，它没有干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们说用美邦颜料，用美邦颜料，看了吧？然后这里呢，再加一个小反半啊，看可以小碎笔这样加，这样加一个小的，加一个大的，再补充一点。是不是把框架打出来了？框架打出来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你们说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肯定要画正半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打结构阶段啊，打结构的阶段。然后正半呢，我们还没有整出来啊。在这里缝里加正半啊，对吧？我们再加，不用数什么，我们加点三青啊，再加点紫色。再加一点牡丹红，笔尖再加一点胭脂，是吧？然后你看，把正半加上一层，然后再加一层正半，从这里往这里啊，一个大笔，加多少？什么东西加多少？好，笔尖再调点颜色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再来加重一点颜色啊。青色再来一点，老师特别喜欢紫色，也不是，是我这个盘子里呀，上次没用完的。我就说美邦的颜料太耐用了，挤一点点都用不完。你看我就这么一点颜料，你看啊，一会儿一朵花就出来了。这个颜料浓缩的，太耐用了，纯度太高了，所以画起来不费颜料。我以前用玛丽的可费了，一管颜料12毫升的，我能画一次给它用完。再加点颜色啊，三青。你看这个紫色其实蛮好看的，我们很多同学不会用。紫色要跟三青搭配，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确实好用，很细腻。对了，你看我这是前天用的，我都没有洗盘子，不用洗。我们用过的同学就知道啊，这个颜料老好用了。估计你们用了之后，玛丽的都不想用，都想扔了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也有很多玛丽的，所以我之前的作品一直很灰。但是换了这个颜料之后，我的作品就开始亮了。这颜料有很大的作用。
这边有点平了啊，再加一点，压一点，好看吧？透亮透亮的啊。好，颜色再补一点啊。所以再加一点紫色，再加一点牡丹红，笔尖调一点胭脂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正斑啊，正斑补上。好，笔尖再加一点啊。再加一点，每次调色不能忘哦，不够了赶紧回来补啊，不能偷懒啊。好，这个是正斑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点。后面啊，后面颜色多来一点，扁扁的花瓣层层多。要想花头好看，层次就要多呀。我这个是扫盘子的颜色啊，我盘子很多颜色，我要扫一扫。我没有重新调色啊，所以有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。有点粉粉的、紫紫的、蓝蓝的，这个颜色老漂亮了。这个就是美邦的颜料啊，你们很多同学能调出来吧？我们昨天有个同学给我发，他是玛丽的颜料，哎呦，我看他调的老灰了，真的没有咱这个颜料亮，咱这个颜料是最亮的啊。下面要加大花瓣啊，大花瓣，我就再调一点花青啊，花青调紫色，花青调点紫色，这个颜色加重一点，然后再调这个。老师讲讲叠加花瓣结构注意什么？叠加花瓣的结构注意什么？没看懂，叠加花瓣的结构，这不今天都讲了吗？叠加的时候注意层次嘛，注意层次，还有颜色，结构错开，错开那不叫结构，结构错开不叫结构，那个主要是调色的层次。下面加大花瓣啊。
我这里多余的颜色都被我蹭上了啊。这个牡丹红没了，我必须得补一下啊。我看哪个盘子有，这个盘子有，这个盘子有一点。你看美邦的颜料，这都干不了，你看了没？拿来就用啊。笔尖再调点胭脂。我这个花都是这个刷盘子的颜色画的啊。这个下面要错开哈，加一层淡花瓣，加一层反瓣，边上这白色的地方带笔，再带一笔啊。好，再颜色浅一点，浅一点啊。正反瓣，哇，这颜色老漂亮了。加一点白色，太白水调花青，紫色，再蹭一点牡丹红，这个也是正反瓣啊。再加一点，你们看这颜色好看吗？好嫩好嫩的紫色。下面颜色加重啊，下面颜色不加重，你这个花立体感出不来。好看吗？我这头看老好看了，特别好看。再加一笔啊。扫几笔，扫几笔重色。少一点啊。少一点花瓣上的纹理出来，老漂亮了，就简称大漂亮啊！好，这个颜色扫完了啊，
这个是紫色啊，紫色、紫红色，这个颜色很难画的，这个颜色的层次特别丰富啊，特别的丰富，很漂亮的一个紫色啊。这花头有孝大，啥意思？这个花头有多大？也就20公分呢，也就20公分，21公分左右吧。因为我这个正尺是20公分，只能是往这儿走啊，往这儿走呢，往这儿来一个花苞。有点纠结，要花苞吗？你们看，它空间其实还可以啊，这是个正方形的。如果这里来一个花苞的话，这里来一个枝干往这儿走，花苞画这儿。这样是可以的。来一个吧，你们看来吗？你们觉得要花苞吗？要的同学打个要。你们说往哪画花苞好啊？要吗？因为这个纸比较小，要叶子就，如果要的话，叶子就很少了。如果不要的话，如果花苞往上呢，会是什么后果？因为往这个我画了 N 多个了，这种画法画了很多个了。其实是可以不要的，可以不要，枝干往这儿，对吧？然后往下来一撇，花头右上。这个纸不大，这个纸不是很大。往右上有点，因为那种姿态我都画遍了，我都不想画那个姿态了。你看我们书上我画过很多这种的，可以画一个是可以。如果枝干往下呢，这样。我觉得往这边走吧，我觉得花苞往上走吧，因为这种方式我构图画了好多呀。你看，就我不想画那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书上有的，你看书上有很多的，所以我不想画。你看这一种的，书上不是有吗？所以我不想画这种的，所以我必须要必须要动动脑子。你看我们书上有这种的，我懒得画那种的。你看我们书上不是也有这种吗？我都不想画这种的。书上有很多这种的，看是不是一个加一个，一个加一个？不想画这种的。还有这种的，画这种还可以啊。这个是4尺4开的，所以不想画这种，所以我必须要另取。如果我把花苞往上挪呢，上面挪一个花苞，然后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
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，它叶子往这儿走，可以。这种比较好，我比较喜欢这种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得动动脑子哦，动脑子不行啊。所以我认为上面画一个花苞啊，因为往下画我都画的老多了，上面画一个，然后枝干往下走，这样的。试试哈，试试，不能盲目的画，盲目的画容易画废。所以我们这个上面来个花苞啊，我也不调色了啊，还是用这些颜色啊，刷盘子啊。这是花青啊，花青加点太白吧，花青加点紫色，把这个紫色呢调成粉紫色，然后呢红色随便蹭吧，哪里这个是曙红啊，蹭点曙红，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，没有干啊，蹭点曙红，多调一会儿吧，然后再调点胭脂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呢画一个小的花苞啊。用胭脂啊，用胭脂去涂一涂，不够黑的加点紫色进去。哎呀，我这个笔尖儿硬的，之前没有洗，白调了，换一支笔。我用的胭脂色啊，调这个紫色，胭脂调紫色，把花青堵上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这个花心还没堵上，这个大花心还有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啊。胭脂调紫色啊，我晚上都没有调色哈，家人们。我都是刷盘子啊，盘子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啊。好，后面就可以画叶子啊。我们新进来的家人们啊，粉丝灯牌没点的，大家点一上啊。
没有点关注的，大家左上角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哦。看一下啊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拐啊，这边一个老枝干上来，然后它从这里走，枝干往这儿走，这个也可以把它枝干往上，感觉就是太那个啥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让它斜着吧，这个让它斜着，然后下面另起一个枝干。因为我不想画我以前的构图，我以前那个构图我都画腻了，所以我再尝试一下新的。我现在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我这个叶子是花青条藤黄哈，是我前天还是昨天的？前天还。
镜头看不到。这个是3尺半开的啊。这个构图我就改了啊，不跟那个一样啊。我们画册里面有很多这种的，这种倒是没有啊，有别的构图的，但是我不想重复啊，所以我今天自己额外的创新换了一种画法啊。下面画这个枝干啊，好，然后加一点，那这个呢，往下啊，这个往下，这个枝干根本就看不到了啊，枝干看不到了，所以可以不用画啊，不用画。能看得见的地方稍微加一下啊。好，然后再加一层啊，再加一层，这个地方好不好看，同志们？点一点啊，然后呢，淡叶子来一把啊，淡叶子来一点，要试啊，这个颜色深了不行啊。再加一点啊，它有点不要多哈，就补充一下层次的作用啊。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多，这个就在边上完全看不到了啊，它的枝干完全看不到了啊。再加2笔亮色啊。现在得
看一下哪些不干，吸一下啊。这个叶子等它干，这个现在都没有干啊。哦，这个快干了啊，这个快干了，可以加上啊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勾叶筋了啊。我要勾叶筋的饼。先把花心啊，用点3绿吧，用一点点3绿，把花心画出来啊。上面一个啊，这个是要调厚一点。当然晚上好啊，我们晚上这会儿是在画作品啊。好，把叶筋勾了啊。像这种勾老叶筋，直接用墨就行啊，直接用墨。画到这里呢，这个作品呢就差不多画完了啊。后面我们再观察一下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调一点藤黄和太白一起来画花蕊。画花蕊呢，要一组一组的画，一簇一簇的啊。一般像这种花苞呢，我们就画前后左右，画4组就可以。也可以画成椭圆形啊。像这种每一个步骤呢，要画的细致一点啊。你看前面就像于左括号右括号，后面呢再来个左括号右括号，这就画好了咯，非常简单啊。就是你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的颜色要干一点再往上画，如果有点湿就不要画。然后这个笔呢要尖一点啊。那我们再画这个大花头啊，大花头这样看好漂亮啊，这个紫红色啊，特别漂亮。然后我们也要把它加上花蕊，就更加漂亮了咯。像这种大花头，我们一般分成5组吧，每个缺口一组，一组呢还是要画成这个扇形啊，一簇一簇的这样，中间高两边低。
先画左边再画右边，就等于相当于左括号右括号。勾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疏密关系啊，然后这个蕊丝蕊头这个朝向啊，一般就是根据花头的朝向来。比如说花头旁边的瓣往哪偏，咱蕊头就往哪偏。这样笔要尖一点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后面来，这边可以点一点啊。这个蕊头呢可以点一下，遇到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好画，你就点一下。好，这边需要点一点，点几组啊，就是水分要少，颜料要多一点，厚实一点啊，这样抹上去呢，这个颜色啊，干了之后特别亮，特别漂亮。那这个也是要注意啊，前后前后。好，分成4组啊。前面就是尽量空缺的地方不要留啊，每个地方我们给它画上一组一组的。那这个花头呢，加上花蕊都特别漂亮啊。你看这颜色呢，感觉有点湿漉漉的啊。其实它不湿，就是这个颜色特别漂亮，画上去效果特别好。所以我经常很喜欢美邦颜料，因为画上去效果透亮透亮的。这个画的过程中呢，很享受这种颜色带来的这种喜悦啊。一般女生都很喜欢这个颜色啊。希望大家下去呢也画一画这个颜色啊，老漂亮了。那这个幅图呢，基本上这样就画完了啊。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这幅作品啊，下去呢多加练习，肯定能画好的啊。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颜色不会调啊，看上面啊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问老师啊。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哦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，拜拜。